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i，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健身厨房。羽衣甘蓝应该是现在沙拉界最明星的明星了，对吧？确实，它在蔬菜里面，不管是膳食纤维啊，还是蛋白质含量啊，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。但我猜大多数自己买过羽衣甘蓝，然后试着做了一次沙拉的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，这东西真的能吃吗？因为确实不容易做好吃。OK， 那么今天这一集我来教大家一个能让羽衣甘蓝变好吃的方法，或者说，至少能让它变得能吃。不管我用羽衣甘蓝做什么，第一步我会把叶子和茎分开。羽衣甘蓝的茎真的不好吃，而且不好嚼，所以我沙拉的主体部分只用羽衣甘蓝的叶子，并且我把叶子撕成比较小的体积，更适合入口。而茎呢，我会拿来做一个酱来配这个沙拉。我今天分享的是1人份的做法，这总共是100克的羽衣甘蓝，也就是差不多1/4磅，这个量正好可以做这么一盘。然后茎怎么处理呢？我会用这个工具把它切碎。我不确定这个工具叫什么，我们家把它叫切蒜器，因为最早是买来切蒜的。用这个来切丁切末真的很方便，淘宝上随便搜搜就有很多。如果你们是在 B 站看这个视频的话，我在评论区放了一个还不错的。OK， 把羽衣甘蓝茎切成这样的碎末，放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里，方便等下做酱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压2瓣蒜。其实这2瓣蒜刚刚可以放在切蒜器里一起切，但我手上有个更好用的工具，就是这个压蒜器。这个可以直接把蒜压成泥，风味更足，而且你不用手动给蒜剥皮，压完之后皮都在里面，很好处理。这个工具我也在 B 站评论区放了一个。然后是这个酱的灵魂原料，帕玛森干酪。我不确定这个在大陆以外的地方翻译成什么，它在大陆的名字就有好几种。意大利语原文是叫 Parmigiano， 是一种很鲜的咸味硬质干酪。这种块状的可能不好买，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。有些超市卖那种小瓶装的干酪粉，其实那个完全 OK， 而且还更好保存。总之这个我们需要10克，然后加入100毫升的全脂牛奶，也就是差不多3.5盎司，最后是1/8茶匙的盐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微波炉，快速做成酱了。下面垫一张隔热垫，以便等一下从微波炉里取出来。然后如果你用的是常规的900瓦微波炉，就用最高火加热5分钟。如果你用的是比较弱的700瓦微波炉，就加热6分钟。5分钟之后，我们已经把羽衣甘蓝的茎做成了一道蒜香味浓郁的酱。我今天这个碗用小了，所以有些酱沸腾到外面来了，建议大家用更大的碗。现在直接把这个淋在羽衣甘蓝的叶子上就很好吃了，不需要更多的花样。这道简单的羽衣甘蓝沙拉就完成了。羽衣甘蓝茎本身那个有点冲的草味，很好的平衡了奶酪和牛奶的厚重感。这个酱吃起来既浓郁又清新，是一个很神奇的味道。OK， 那么来看看这盘沙拉的营养构成。这盘沙拉的热量总共是136大卡左右，里面有大约8.5克的蛋白质，7克的脂肪，9克的碳水，然后是大约514.5毫克的钠。当然这道沙拉的主体并不是非得只有羽衣甘蓝，我今天只是单纯做个示范。你可以用任何自己喜欢的蔬菜来搭配这些羽衣甘蓝，只要加上了这个酱都会很好吃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觉得有用，麻烦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 Maxi， 那个主要研究吃的业余健身博主。希望大家在获得好身材的同时都能吃得更好一点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